黑七逆转，恩比德马克西完成复仇。抢七赛前，恩比德 cos 詹姆斯，怎么回事 I think it was just a coincidence. 泪目，恩比德强忍膝伤完成比赛，是真的吗？ I was faking it. 季后赛第15天，76人与凯尔特人抢七之战的前前后后都有些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大家好，这里是 Telfer， 我们一起挖掘真实、励志、有趣的篮球文化。你的点赞让我不停更新。上一场比赛3-2领先的凯尔特人没能终结系列赛，而赛季末刚刚复出的塔图姆也感到腿部不适，离开了球场。赛后，尽管塔图姆表示没有问题，我们频道的老朋友大嘴巴帕金斯还是立即给出了他的热心建议。If he's feeling any type of discomfort, he might have to sit out Game 7. 帕金斯永远不会错。今天的比赛赛前2个小时，凯尔特人宣布塔图姆将缺席今天的抢七之战。这个决定如此突然，就连杰伦布朗也在最后时刻才收到消息。I found out probably like 45 minutes before the game. Nobody told me anything. 作为 NBA 历史最悠久的宿敌之一，凯尔特人已经与76人在季后赛之中对决了23次，这是 NBA 历史中最多的，而他们之间的9次抢七也是 NBA 中的最多。但是从1982年以来，76人队就再也没有能在季后赛中淘汰过凯尔特人，在恩比德时代也不例外。18年次轮、20年首轮、23年次轮，76人都是倒在凯尔特人的脚下，这让恩比德甚至不愿意承认两队是宿敌，因为他从来没有赢过。This is not a rivalry. I don't know our record against them, but it's pretty bad. They always kick out. So. 2024年，当凯尔特人再次闯入总决赛，恩比德承认他恨透了波士顿。I can't stand them. I hate Boston. 终于，恩比德已经受够了再次输给凯尔特人。I mean, I've been playing these guys for so long. I'm tired of losing to them. So we have a chance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special. 本轮系列赛因为阑尾炎手术，恩比德直到第4场才复出。但是他复出的第1场比赛仍然没能阻止凯尔特人在76人的主场将总比分改写为3-1。在历史上，凯尔特人在系列赛中一共取得过32次3-1领先，32次全部晋级。而76人曾经18次遭遇1-3落后，18次全部被淘汰。但是恩比德的复出还是让这轮系列赛发生了重大转机。What changed in the series was Joel Embiid came back, and they'r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team. 76人连胜2场，将总比分扳成3-3，终于迎来了今天的抢七。今天赛前，当恩比德到达 TD Garden 时，人们发现他穿上了一件黑色 T 恤，戴上了墨镜和有线耳机。他的这套赛前穿搭很可能是在 cosplay 勒布朗詹姆斯。2016年总决赛，詹姆斯所在骑士在前4场陷入了1-3落后的局面。第5场赛前，詹姆斯一改之前的正装穿搭，他穿上了一件黑色的 Undertaker T 恤，戴上了墨镜和有线耳机，然后他带领骑士连胜3场，完成了不可思议的逆转。在那之后，詹姆斯的这张图被各种恶搞 PS 成了各种梗图。而在今天，恩比德走出了 PS， 亲自致敬了詹姆斯。但是事后，恩比德本人并不承认。I know I don't always wear shades, but I felt like, it would be good, to come out in Boston and beat them. So he wanted to dress all black. I think it was just a coincidence. But yeah, I mean, if you want to compare that to what he did, that was amazing what he did. But I think it was just a coincidence, allegedly. 看他嬉皮笑脸的样子，你们信吗？全场比赛，恩比德得到34分、12个篮板、6次助攻。他的表现赢得了对面杰伦布朗的赞美。It was tough. Embiid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us, like on all our bigs and our guards. Like we didn't really have an answer for him. We tried a bunch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he's a big body. 等等，这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啊？ He also was flopping around. He got some extra call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they rewarded him for that. But that's the league that we're in. 上半场比赛，恩比德大杀四方，他13投7中，得到19分；而在他的对面，德里克·怀特13投6中，同样得到19分。上半场比赛，76人仅领先5分。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76人队的新秀 VJ 埃奇库姆站了出来。He kind of came out of the halftime saying, I got White, and I'm gonna do better on him because he's, White was cooking, and I think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I think White might have 2 points in the third quarter.Something like that, and a lot of that was VJ. 本场比赛 ，VJ 在第5场之后再次穿上 A12 的 3SSB 配色。3SSB 是阿迪达斯的高中 AAU 赛事，阿迪达斯的高中 AAU 巡回赛事 Three Stripes Select Basketball， 简称 3SSB。最近 3SSB 的比赛也刚刚开打，但是 VJ 自己也只比那些参加 3SSB 的球员们大3岁而已。
全场比赛 VJ 得到23分、6个篮板、4次助攻，他成为了 NBA 历史上在抢七中得到20分以上最年轻的球员。而第二年轻的正是坐在对面替补席的杰森·塔图姆。赛后，阿迪达斯为 VJ 发了这样一张图，图上有3个 7， 并配文 Jackpot 大奖。很明显，3个7代表着77号的 VJ 库姆与今天的抢七，而同时在老虎机游戏中，777代表着 Jackpot 大奖。在 NBA 之中，每一名乐透秀都像是球队的一次豪赌。帕尼尼的球票系列球星卡中也有着类似的灵感，而选中埃奇库姆的76人与阿迪达斯可谓都是中了大奖。在 VJ 的防守之下，上半场得到19分的怀特，在下半场只有13投3中，只得到7分，而76人也慢慢将分差拉开。第三节末 ，VJ 的3分让76人的领先来到了全场最大的18分。但是主场作战的凯尔特人并没有认输。第四节，他们几次迫近比分，比赛还剩3分49秒，他们再次将分差追到只有1分。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连续选择3分，连续不中，这引起了 ESPN 名嘴史蒂芬·史密斯与前 NBA 球员小罗恩·哈珀与迪伦·哈珀的父亲罗恩·哈珀的疑惑。就在凯尔特人3分不中的时候，泰雷斯·马克西接管了比赛，他连得6分，一举将比分再次拉开。全场比赛，马克西18投11中，得到30分、11个篮板、7次助攻。赛后 ，New Balance 立即将 Trust the Process 相信过程换成了 Trust Maxi 相信马克西。最后3分钟，恩比德被摔倒的马克西撞到了膝盖，他强忍疼痛，一瘸一拐坚持比赛的一幕让人十分动容。但是赛后，恩比德透露，这居然都是他装的。I felt great. I felt amazing. Yeah. I was faking it. 看他嬉皮笑脸的样子，你们信吗？到底是不是装的，我们并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绰号 Troll MB 恶搞恩比德的快乐大个子真的又回来了。凯尔特人没能再次追上比分，76人抢七战胜凯尔特人，完成了 NBA 季后赛历史上的第8次黑七，晋级次轮。同时，这也是1982年以后76人第一次在季后赛中战胜凯尔特人。Since 1982, yeah, I think that was before I was born. 从附加赛开始 ，We want Boston， 我们想打波士顿的喊声贯穿了整个系列赛。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详细介绍过这个口号的来龙去脉。晋级之后，波士顿现场的76人球迷再次齐声高呼。This game, it was in the second quarter when they hit a three to go up 37-36, but Philadelphia otherwise. 76人官号发布 Wanted Boston, beat Boston。我们之前想打波士顿，我们如今战胜波士顿。而 NBC 费城则将 Want 换成了 Won。赛后 ，Sam Hinkie 萨姆辛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个表情。萨姆辛基这个名字，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2012至16年，他是76人的总经理，正是他提出了 Trust the Process 相信过程这个口号，带着76人队一路摆烂。也正是他为76人在选秀中选择了乔尔·恩比德。而恩比德本人则在赛后发布了这样一张图：2023年东部次轮对阵凯尔特人的第一场，恩比德因伤缺席，他站在替补席，眼睁睁地看着塔图姆。最终，他们在系列赛抢七中败给了凯尔特人。而今天形势倒转，他生涯第一次越过了凯尔特人。在110分钟的庆祝之后，76人队将就此翻篇，准备迎战下一个对手。10-10, you got till midnight. Enjoy this one till midnight. 下一轮76人的对手是纽约尼克斯。在我们的老朋友帕金斯设计的剧情中，凯尔特人将先战胜76人，再战胜尼克斯，最终赢得东部冠军。So am I putting a lot of stock into this? Am I going to flip the script and say, oh, now the Knicks are the favorite to win the East? Hell no, it is still the Boston Celtics. 然而在今天之后，这一切将不可能发生。但不管怎么样吧，帕金斯永远不会错的。之后的季后赛还会发生什么？还会有什么样更有意思的小故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